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我要给你解说一下世界畅销书《Factfulness》事实力，用正确的视角看世界。一说到这本书，就不得不提到比尔·盖茨，这是他曾的极力推荐的书籍。盖茨曾在2018年给美国大学毕业生送过这本书，他对这本书如此的推崇。那么，让我们来好好了解这本名作吧。在详细解释之前，我先挑选2道书中出现的小测试题，让我们来挑战一下吧。首先是在过去的20年中，全球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变化是什么 ？A. 大约增加了2倍 ，B. 没怎么变化 ，C. 减少了1半。然后是第2题，全球1岁的婴儿接种疫苗的比例是多少 ？A. 20%，B. 50%，C. 80%。你觉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呢？当我看到这个测验时，我觉得选 A 或 B， 但其实答案都是 C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1倍，反而减少了1半。而接种疫苗的1岁婴儿并不是世界上20%的人，实际上是80%。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容易出错，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。作者似乎向成千上万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但只有大约10%的人回答出正确的答案。这个正确率非常低，虽然是3选1，即使随意选择一个选项，也可能达到30%左右的正确率，但实际上正确率只有10%。结果显示，越多人思考，就越容易导致错误。可能会有人认为，那些学者或聪明人会正确回答。但事实证明，正确率与学术水平并没有太大关系。即使是拥有诺贝尔奖级别智慧的学者，也得分非常低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刚才一起思考的这2道题，大家都答错了呢？解开这个谜团正是本书的主题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本书的关键点在于，我们需要放弃偏见，利用数据正确地看待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无法正确看待世界呢？作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：人类天生会将事物渲染成戏剧性，因此无法正确看待世界。当我们人类面对贫困、环境或人口等问题时，并不是根据数据，而是受到脑海中描绘的戏剧性影响。举个例子，当我们考虑贫困问题时，我们会看到描绘在我们脑海中的画面，而不是通过数据来观察。我们会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女孩喝着污水，觉得这个世界很残酷，贫困正在逐渐扩大。如果我们不放弃这种自然而然的在头脑中制造戏剧性的本能，就无法正确看待世界。因此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将探讨人类容易陷入的戏剧性本能。尽管有很多种类，但我选择了认为危险的2种进行解释。首先是分裂本能，这个本能让我们认为世界将划分为对立的2个群体或者2个极端，而忽略了事物的复杂性和渐变性，比如富人和穷人、成功者和失败者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、上班族和自由职业者等等。这种简化和分割的思维方式常常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，而且容易被一些煽动性言论所利用。他们会说，这个世界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2种人，你不想成为成功者吗？这种言论刺激了我们头脑中的分裂本能。仔细冷静地想一想，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富人或者只有穷人。在日本，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。另外，虽然我们常说某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，但实际上，20年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也在迈向发展。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此外，虽然有人说上班族已经过时，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，但还是有很多上班族同时兼职做着自由职业者。人类天生喜欢分裂，但事实上，这个世界并不是简单地可以分成2个部分的。虽然粗略的分裂可以让结构更清晰，也更容易煽动情绪，
但这样做会使事物的本质变得更加难以理解。那么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要了解渐变。所有事物都有渐变性，即使看起来是黑白分明的对立意见，也绝对会有灰色地带和模糊的部分。有时候，这些灰色地带可能是多数，就像日本有许多既不富有也不贫穷的中产阶级一样。我们应该意识到，分裂的本能应该被有意识地避免。事物都存在渐变性，只要知道这一点，即使被强行划分为黑白，你也可以意识到其中的渐变性，抓住事物的本质。第二个负面本能是消极本能，即认为我们周围的环境会越来越糟糕的本能。环境破坏日益加剧，飞机事故增多，传染病肆虐，饥饿的人也在不断增加。我们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描绘些样悲剧性的场景。说实话，媒体对此也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媒体充分利用了人类的消极本能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实，只要制造悲剧性的效果，就能吸引观众的关注，所以他们尽量用悲观的态度来报道。比如，一架飞机坠毁，报道中会充斥着人们的泪水和悲伤。尽管事实上飞机事故数量正在逐渐减少，80年前有2000起死亡事故，而现在只有几起，但这种消息不会被报道出来，因为大家对此没有兴趣。但是，对于媒体的这种做法，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，因为媒体的职责就是通过制造悲剧来吸引观众的关注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理性对待，培养自己能够抓住事物本质的眼光。这本书里写了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我来分享一下，讲的是世界变得更好的故事。首先要说一下好消息，合法的奴隶制度、婴儿死亡率、HIV 感染战争等观众所关注的问题，这些情况都在急剧减少。而且，世界各地的电力利用率、安全饮用水、女性参政权、科学发现等都在增加。当然，并不是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至少有一个事实是新闻报道中不会提到的，那就是世界正在明显变好。针对这种消极本能，最有效的对策是不要轻易相信媒体传播的悲剧消息。媒体通常会通过制造悲剧来提高收视率和销量，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。我们应该警惕悲剧报道可能只是事情的一面而已，需要通过查证事实和数据来了解真相。总的来说，这本书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放下固有的观念，利用数据来正确看待这个世界。阻碍我们正确看待世界的，正是人类的10种本能之一，其中包括分裂本能和消极本能。最后需要补充的是，当我们做出重要判断时，不要被自己头脑中的戏剧情节所左右，而是要依靠事实和数字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